这绝对是德爷距离死神最近的一期。原子吐息式的喷射不仅把一旁的骆驼吓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强而有力的水流更是直接带走了一颗门牙，甚至在生火时还差点烧掉了刚长出来的头发。那么究竟是何种处境才能让挨饿专家如此狼狈？原来这天德爷在查看缺德地图时，意外发现埃塞俄比亚的沙漠中有着6个整齐排列的黑点，这很不符合地质学常识。身为挨饿界的扛把子，探险界的2把手，他必须要去现场一探究竟。依旧老规矩，不戴头发，但为了表示对当地黑子哥的尊重，德子还是穿上了衣服，带上储备粮摄影师汤姆，两人火急火燎赶往机场。9块9包了架飞机，经过1天1宿的颠簸，他们终于下了机。考虑到人生地不熟且语言不通，当务之急是找个前凸后翘的翻译。可在车站附近转悠了大半天，当地靓仔除了会说土著语外，愣是没有一个会讲英格利斯的，气得德子差点当场去世。看来白嫖这条路行不通，吝啬德当即决定聘请一位英语老师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刚走几小步就被一群靓仔给围住了。这群黑鬼显然对新物种充满了好奇，得知德子要前往沙漠探险后，人群中突然冒出来一位黑小伙。迈克尔·冈旦家里敦大学毕业，虽然英语不大标准，但也勉强凑合。从他口中得知，要想从这里到达沙漠，最少也得要走1个礼拜。听闻冈旦愿意免费带路，白嫖德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在这个鬼地方出行，当地人从不喜欢打滴滴，不是他们打不起，而是3蹦子更有性价比。2个半小时后抵达车站，可不知道咋回事，老板娘死活就是不售票，这可把德子急坏了。要不说迈克尔·冈旦不愧是见多识广，见状赶紧让德子使出美男计。好家伙，不是不知道一事吓一跳，结果大大出乎了意料，老板娘非但没要车费，还主动邀请德子到家中做客。身处异乡，人生地不熟，可不能乱来，还是老老实实探险为妙。随后一行人带着装备，浩浩荡荡的出了发。路上想起老板娘那黑滋滋的小脸蛋，德子总会情不自禁的发出给给给。坐在副驾驶这名叫小白脸的阿里，是当地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。同行中他告诉德子，一定要小心这里的当地人，在过去他们已将敌人的球球做成串串而闻名，直到今天他们还有着很高的地位。经过2个半小时的长途跋涉，一行人早已疲惫不堪，抵达到阿尔法部落，他们决定休整1晚再出发。转眼时间来到第2天，今天的任务是搞定进沙漠的工具，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位阿尔法人充当向导，而之前认识的黑子哥无疑是最佳人选，但要拉其进入自己的团伙，还得带上他4个异父异母的亲兄弟。就这样，原本3人的队伍变成了7人的小团伙，当然还缺少不了托运物资的骆驼。见德爷是外乡人，阿里心里打着如意算盘，以每只每天500磅的价格拿下。由于此次路程比较遥远，光靠被动肯定撑不住，机智德特意准备了一大包食物补给。第3天凌晨5点，趁着现在太阳晒不到头发，他们必须得加快点速度。可由于部队人数实在太多，行动的灵活性受到限制，几小时才跋涉了2公里。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，估计明年也到不了目的地。德子内心虽然10万个不爽，但他又不敢说3道4，毕竟这群人人手一把阿卡，为了家中贝奶奶的幸福着想，当下没啥好招，除了忍只能忍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天刚亮，一行人就找了个阴凉地，啃大饼的啃大饼，唠嗑的唠嗑。一气之下，理查德也泡起了咖啡。你还别说，这小卫是真哇塞！转眼时间过去了150分钟，一帮人依旧在唠嗑，没一人愿意出发，这可把德子急坏了。当下也没啥好招，只能用超能力挤位。一行人这才起了身，没走多久，他们就来到了一处盐田。机智德立马发现了商机，在当地盐砖号称软黄金，身边刚好有几头骆驼，要是多倒点回去的话，岂不是还能小赚一笔？可没曾想那不识相的骆驼竟丝毫不给德爷面子，刚一个起身就将盐块摔了个稀巴烂，这可把德子气坏了。要知道盐砖可不是按重量卖，这种碎掉了的已经一文不值。根据大学里教的小学知识，一通精密计算下来，德爷差点没把底裤亏掉。防止事故重演，德爷可不敢再次尝试，掏空了口袋付清损失费，满脸愁容的他继续出了发。经过1天的长途跋涉，他们抵达了一个名为蔡徐的村落。毫无疑问，同行的黑子哥又要开始休息了。眼看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德爷当即决定明天独自出发。于是趁着天黑前，德爷便向阿里讨教了跟骆驼交流的口诀。没想到德子的悟性还挺高，3两句话就把骆驼训得服服帖帖。当然，要想在沙漠中生存，水源是必不可少的。斥巨资和当地村民买了个羊皮袋，除了味道有一点上头，就没有别的缺点了。一听行走的 ATM 机想要独自前进，阿里不由得担忧起来。毕竟几年前也有脑门不长头发的进去过，但从那以后却再也没出来过。除此之外，那个地方还有许多沙漠幽灵，专挑落单的大光头下手。可德爷的胆子是出了名的狠，从不相信这些妖魔鬼怪。次日天还没亮，德爷就匆匆打包好行李，摄影师汤姆非要一同前往，可背包里的干粮实在太多，带储备粮就有点多余了。在跟阿里等人告别后，1人2骆驼立马启了程。没有了坑逼的黑子哥，德爷可谓是健步如飞，没一会儿就跋涉了好几里地，就这样一直从天黑走到天亮。
到了早上7点，气温就已经达到了42度。这趟探险无疑是折磨的，补充了一丢丢水分。德也想趁着太阳还没完全升起，多赶一些路，可没想到致命的高温直接把德子搞得神志不清。身旁的公骆驼啥时丢的他毫无察觉，等反应过来时，骆驼已跑到了几里之外，这可把德子急坏了。要知道，所有的水源补给都在那头骆驼身上，这要是被他跑掉了，在座的各位都少不了随200世袭。情急之下，德爷放下摄影机就往前追赶，谁料自己越追对方越兴奋。等到他两手空空归来，我滴个乖乖，母骆驼也玩起了逃脱。这下是彻底完犊子了。2头骆驼要是全丢了，能不能活着回去见贝奶奶还不好说。德子边追骆驼边呼喊着口令，趁着公骆驼还没有跑远，总算将其控制住。随后拉着他赶忙去追失踪的母骆驼。就这样一连忙活了2个半小时，以折返2公里的代价，成功找回了母骆驼。随着气温升高，毒辣的阳光晒得脑门滋滋冒油，再继续往前走，很有可能会交代在这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可别拿小命开玩笑。迅速撑起小帐篷，倒上一杯爽口的生命源泉，接着啃点嘎嘣脆的大饼，吃饱喝足后再次启程。可能是羊皮袋里的水喝多了，没走多远，胃里有了不良反应，实在是扛不住了，就近找了块阴凉地。水娃德立马打开水龙头，可怜的骆驼哪见过这么大的阵势，趴在原地愣是不敢出声。一顿猛如虎的喷射更是直接带走了一颗门牙，这下可好说话要漏风了。由于身体的不适，再继续赶路可能会出岔子，于是决定就地休整一晚。撑着虚弱的身体，德也准备生火，还不小心烧掉了刚长出来的头发。时间来到第7天凌晨，趁着清晨的太阳不算太毒辣，德子加快了前进的步伐。走着走着，他发觉好像有东西跟着，身影也变得越来越邪乎。这很有可能是阿里口中说的幽灵。提心吊胆继续赶路，终于前方出现了几处凸起的黑影，凑近一看，发现是几个土堆。仔细和卫星地图上的黑点对比了一番，正是他要找的黑点。通过长达半小时研究，这些土堆是人造的还是天然形成的，德爷还是摸不着头发。保险起见，还是采集点样本回去开个董事会，万一研究点名堂出来，下半辈子就吃喝不抽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不知从哪冒出来个黑鬼，交流半天愣是没有啥收获，还是老老实实回去研究为妙。